给我20分钟，为你的未来20年做准备。讲者萨古鲁。1. 时间与能量。当我们看到人类展现潜能时，它不是关于如何达到巅峰，而是一个轨迹问题。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时间和能量的组合，时间对我们所有人都以相同的速度流逝。如果你坐住，它会流逝；如果你睡觉，它会流逝；如果你做某事，它就会流逝；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它也会流逝。你快乐或不快乐，时间都会流逝。时间对我们所有人都在流逝。所以能量是你可以用来做不同事情的唯一资源。如果你将你的能量带到一个特定的强度和可能性水平，你可能会在1年内做到某人10年才能做到的事情。这意味着，如果你在这里生活100年，对于你所创造的影响，感觉就像你活了1000年，仅仅因为你以某种方式管理了你的生命能量。2. 人们最大的问题是处于强迫性循环当中。一个人的影响力意味着你变得多有意识 conscious， 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你处于强迫循环当中，你的能量会浪费在很多事情上。例如，假设你一天接触了很多人，让我们说24小时内，大部分人都会睡8个小时，这意味着生命的1/3已经消失了。在剩下的2个1/3的时间里，他们必须吃饭、洗澡、上厕所，这些又会花去2个小时。因此，每天生命的50%都用于基本维护你生命的事件上，其余50%是他们可以支配的时间。如果你观察人们的每个身体动作、思考过程和情感，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是在强迫循环中发生的。换句话说，如果你对生命的感知稍微敏锐一些，你就会意识到，你是你自己生命中最大的问题。这是我试图与人们做的一件事情。你永远不是你生命中的问题。我的思想、情感、身体从来不是我生命中的问题，它们是我的工具和功能，而不是我的负担。但我想说，对于90%的人来说，他们的身体强迫症、思想强迫症和情感强迫症大多支配着他们的生活。3. 疼痛是身体，痛苦是内心。我认为疼痛和痛苦之间的区别非常有用。疼痛是生理上存在的，即使没有疼痛，大多数人也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所以即使这里没有疼痛，你仍然会明白所做的一切对它造成的影响。看，这里没有疼痛，所以你才拿走它。如果你的鼻子没有疼痛，也许你也会拿走它，因为这样你可以多吸收约22%的氧气。当身体某个部位没有疼痛时，人们就会乱来。例如，他们会剪这种发型，叫它很多种名字。假设整个身体都没有疼痛，在洛杉矶那边，人们会拉出他们的胃袋。你认为他们不会这样做吗？如果没有疼痛，人们只会进一步做出更糟的事情。只有疼痛能帮助他们自我保护，所以疼痛是好的。当然，这里说的是生理上的疼痛，大多数人不会了解。听说在美国有一个组织自称某某，他们在网络上公开发布自己割断手指、手部的视频。想象一下，如果没有疼痛，几乎每个人都会像割裂布条一样割自己，就为了流行。因此，生理上的疼痛是一个好东西，因为这是你保护自己的机制，而痛苦是你在心里承受的。
它是你把身体上的疼痛带入大脑后，它就被放大1000倍或100万倍，这取决于你的能力或愚蠢程度。然后在心里经历苦痛。现在大多数人都像这样。4. 人们受2个能力所苦，记忆力与想象力。10年前发生的事情仍可能对他们造成痛苦，而明天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使他们感到痛苦。他们认为自己在承受生命之苦，但实际上他们不是在承受生命之苦，他们实际上是在承受人类独有的2个最棒的能力，那就是生动的记忆感和惊人的想象力。对于过去的记忆与未来的想象，生存过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了，因为我们的生存条件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的组织。另一件事是，大多数人类不知道如何在没有身体活动的情况下管理自己身体的生化作用。我见过很多人，尤其是12至16岁之间的少年男女，他们内心有一些严重的暴力问题。如果你让他们这样下去，他们可能会自杀或杀人。他们处于这种状态，其中许多人甚至杀了自己的父母，这在全世界都发生了。2017年，当我得知在印度，即使有巨大的家庭支持等等，也不是那么自杀倾向时，在18600名18岁以下自杀的人当中，有7200人是15岁以下的儿童。所以12、13、14岁的孩子可能有着充满生气勃勃的生命，但是他们却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显然，我们对社会做错了一些根本性的事情，不是吗？5. 生命不是一场竞赛，痛苦是自己的选择。我们对于成功的目标和荒谬的想法，让孩子们像赛马一样被利用，这让他们疯了。当你将生命理解为一场竞赛时，如果你正在比赛中，你必须快速到达终点线，对吧？对于你的一生来说，这个终点线意味着是什么呢？死亡。这可能不是一个可以意识、觉知的过程，但是你体内的生命正在理解它。当你变得痛苦时，你要知道你正在向每个细胞发送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不想活了。你可能还没有在头脑中表达出来，但当你变得痛苦时，你会发现突然间你的身体感觉沉重，好像不想从这把椅子上起来。你有看过这种情况吗？当你快乐时，你愿意弹跳，做任何事情，甚至必要时可以弯曲身体。这是因为每个细胞都接收到了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人想活着。但是如果你一直发送错误的信息，你的身体就会变得混乱。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身体，每个细胞都有着巨大的记忆和智慧。如果你一直发送错误的信息，你就像是将你的智慧反过来攻击自己，这些本来是应该帮助你的东西。6. 注意力的觉知比智力重要。感知是以5种不同的维度发生在你身上，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这是你感受生活的方式。这些数据在你内部积累，只有因为这些数据的积累，你才能行走在一个旋转的圆球上。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因为所有这些数据被积累到了5种感官中，所以你现在能够行走。这不是智力信息，而是感知信息。如果这些信息不存在，你将无法行走。实际上，你无法走直。这就是当某些人失去记忆等时，他们突然变得不稳定的原因，因为一些数据已经与他们的系统断开了连接。因此，
你感知到的数据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一个孩子的状态，他一直在观察一切，因为他想尽可能的吸收数据，因为他本能的知道，没有这些数据，他将无法正常运作。因此，你的注意力有多集中，你的眼睛、耳朵、舌头和触觉有多敏锐，你就有多少可用的信息。为什么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有效率？例如，一个运动员能否接住球，这取决于对球的行为有多细致的注意力和预测力。这是一种直觉的感知，无法仅靠智力去掌握。即使你有足球博士学位，如果没有实际经验，你仍然无法真正的玩好足球。只靠阅读100本书籍是无法获得这种感知的。此外，人们经常认为自己是被愤怒、痛苦等情绪所支配，但实际上，这些情绪都是源自内心的创造，而人类的经验都是从我们内在发生的。因此，重要的是要让内在发生的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发生，因为外在世界从来不会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有时会发生一些妥协，但如果内心的经验也不按照自己的意愿发生，那就是最糟糕的奴役。7. 情绪是你自己产生的，不要被情绪所奴役。某人决定了我的内心发生了什么事情，某人决定了我应该坐在哪里，这就是奴隶制度。每个人都能理解。现在，某人甚至决定我是否更快乐，这难道不是最糟糕的奴隶制度吗？这就是人类需要努力实现的解放。这就是内在工程的含义，它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因为工程意味着只有在它按照您的要求工作时，才会被认为是良好的工程。如果它没有按照您的要求工作，那您还期望其他事情按照您的要求工作吗？当您偶然生活时，焦虑是正常的。8. 身体只是你吃的食物，食物它没有生命力。为什么一个人需要按处方服用8小时的睡眠，而另一个人可以只睡一半呢？一个人的身体只是他吃的食物，您只将食物视为蛋白质、主要矿物质之类的东西，但我们谈论的是一个食物链，这意味着有各种不同的生命形式，我们消耗的是另一种生命形式，每个动物都会消耗另一种生命形式，这就是食物链的形成方式。所以，那种生命的状态将决定您的生命处于何种状态。如果我面前有一块食物，如果我只是看住它，不去想，这是一个厨师精心的准备，它一定非常美味。如果我只是看住它，只因为它对我来说不够有生命力，它可能很美味，但对我来说不够有生命力，我不会消耗它。如果您只意识到这一点，您会发现您的睡眠时间会减少。另一件事是，大多数人饮食量至少比他们需要的多50%，这意味着他们至少多吃了1倍。尝试一下，将您饮食的量减少50%。如果你现在吃下2公斤的食物，将其减少到1公斤，并多吃各种不同的食物，你会发现你既不会减重，也不会变得虚弱或没有精力。唯一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你的胃口会减少，因为你需要更少的食物来产生同样的能量。现在你正在强迫自己吃下过多的食物，可能是因为喜欢它的味道，或者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身体现在必须处理更多的食物来产生同样的能量，这种额外的处理对身体是有负面影响的。食物中的杂质量也将决定你体内产生的负担的分量有多少。让我们用物理的方式来理解什么是睡眠。
现在你是充满活力的，这就是生命的状态。当你内部的份额达到时，你就进入了睡眠状态。当你的身体内部的份额程度超过一定的范围时，就会死亡。但睡眠是一种特殊的静止状态，它能够让你得到休息。所谓休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坐在这里，并且完全放松下来，你会发现身体自然而然地感到休息。你是否注意到，在某些特定的日子里，当你感到非常快乐时，你不需要太多的睡眠或食物，这就是你所需要做的。如果你一直保持非常快乐，那么食物和睡眠自然而然地减少。现在是时候去理解，所有的个人问题都是从内在产生的。我们不需要解决自己创造的问题，只需要消解它们。如果现实情况中存在问题，我们当然需要解决。如果你内心有问题，解决方法不是你需要的，解决方法是疯狂的，解决方案是你所创造的错觉。解决方法意味着为了一个幻觉而创造一个虚假的解决方法，然后又创造一个你杜撰的解决方法，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住。9. 对于情绪处理，只需要关掉我们所经历的一些记忆，不要变成一个糟糕的导演。你创造的思想和情感，你不需要为之寻找任何解决方案。如果你只是关掉它，现在我们只需要关掉我们所经历的一些问题。我们正在经历某种戏剧，唯一的问题是你是一个糟糕的导演，这就是全部。与其改进你的指导方针，现在你正在尝试为戏剧中的情况找到解决方案。这就像人们观看电影后回家，就开始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大量辩论。所以，你创造的思想和情感，你不需要为之寻找任何解决方案。如果你只是关掉它，它就会消失。如果你找到解决方案，你就会朝着疯狂前进。因为你创造了一个鬼，你还要创造一个除鬼的人。你所创造的鬼，你必须学会与他们一起玩耍。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人愿意和你玩，你就必须找人一起玩。所以你创造的鬼，如果你喜欢他们，就和他们一起玩耍。如果你不喜欢他们，就把他们关掉。但是他们会不断地出现。如果你不想玩，就不要玩。他们会来来去去，从来没有一个思想会持续超过一瞬间。它来了又去了，让它来让它去。如果你试图为此找到解决方案，你将走向疯狂。10. 处于实相，对自己绝对诚实。你必须对自己绝对诚实。如果你对身边的每个人也诚实，你将获得与人相处的其他好处。但我现在不会深入探讨。对自己诚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有着多年的习惯，简单的欺骗自己。作为一个客人，皮拉来到桑卡的家里。他是一个南方印度男人，你知道，而桑卡来自更南方。桑卡携带着一把伞，这是很常见的事情。在卡里拉和南部泰米尔纳德邦，携带伞是很常见的，因为雨可以很大。他们走出去时，开始下雨了，但桑卡都没有打开伞。客人皮拉问，为什么不打开伞？桑卡跟皮拉说，对不起，现在这个伞充满了洞。客人问，那你为什么带着它？桑卡跟皮拉回答，我没想到今天会下雨。很多人都像这样，他们认为别人必须为他们解决问题，这需要很长时间，因为让别人替你解决问题需要花费多个生命的时间。你必须抓住他们，
不应该让你的机智逃走，要变成100%诚实，面对自己需要一定的努力。但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这一部分的人生将100%成功，然后找出其他事情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只要你改正一件事情，让自己100%诚实，没有任何欺骗。当伞上有洞时，你就知道伞上有洞，你永远不会忘记那里有洞。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剩下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简单容易。只要你改正一件事情，让自己100%诚实，没有任何欺骗。当伞上有洞时，你就知道伞上有洞，你永远不会忘记那里有洞。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剩下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简单容易。